大声对你，在我们约定之前为你改变。今天公司聚餐，为了庆祝林轩今天的成功，我请客。哎，子豪呢？他在酒窖呢。哦，单总，我去找一下他。这个孩子总是毛毛躁躁的，不过能够赢了著名的品酒师，也真不容易啊。如果今天他赢的是沈一曼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也真奇怪，这2次比赛沈一曼都没有上场，是觉得林轩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以为他们办庆功宴呢。你神经病啊！要杀人啊你！知道你想我嘛，但是你也不用那么快就回来了。走开走开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赢啊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并不难。是，沈大少爷最了解我了。哎，别添乱，走开啊！现在没空跟你玩，我要先赶紧找那个酒。哎，靠近一点，找的比较快嘛。哎呀，你急死了！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哎，不要那么小气嘛，借靠一下嘛。哎，你看，我你找，你看，你找。沈总，曾浩这次居然输给了林轩，实在是很出乎意料。不用再说了，开除他。曾浩可是咱们盛美家的老臣，或许都只是一时失误。是。还有，这次输掉了比赛，我们就要在市场上打翻身仗了。我跟市政联系过，他答应了会加大对我们的注资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在各大城市增开1倍的网店，必须要把碧翠的气焰压下去。是。林轩，干嘛？作为一名优秀的调查员，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。我觉得吧，你心不在焉呐。我哪有心不在焉？哎呀，老马也会迷路，出口就在眼前，我怎么就找不到呢？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你老板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经过我这么多天的调查，明明知道你们老板有秘密，可就是找不出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。哎，林轩，干嘛啦？你有心事？还没有呢。你骗得了谁呀？哎，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了？哎，来，坐，跟我说，一切事情我帮你解决。走。管我？啊？真的假的？当然了。
现在在找1978年的 Philip，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啊？这个呀，这个我不懂啊，这个。再说了，1978年那么久了，找到也该发霉了吧？不懂别乱说行吗？穆先生也是罗威的好朋友，本来他也要帮罗威去问单总，结果单总拒绝了。哦，我说罗威最近没事怎么老往你们这儿跑？我还以为是来追求你们单总呢。别瞎说，他很爱他的太太的。不过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为什么他们家都没有放一张他和他太太的合影呢？你是说他们家没有他老婆照片？嗯。难道说是怕看到了以后触景生情吗？那不会吧？因为我看到他放了一张他和他孩子的照片，旁边有一半给剪掉了。我觉得剪掉的那一半应该就是他太太。哦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真的就是可疑了。没，不过你放心好了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，好吧？我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，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林轩呢？不知道，别管他了。他这个人最近总是神出鬼没的。哎，对了，张望，你最近怎么有空过来呀？啊，是啊，我这人平时就闲得慌呀。啊，对了，你喜欢喝这种牌子的红酒啊？啊，这也是林轩帮我挑的，便宜呢是便宜了点儿，不过呢无所谓，无欲无求嘛，是不是？喝酒跟赚钱是一样的。哇塞，钱多的都到了无欲无求的境地了，有钱却不张扬，这是真正的富豪。沈子豪可比他差远了。哎，旺旺！哎，腾娜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真的不是你要找那个可以坐在后座上傻笑的自行车，你还是另寻他方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吧？那我已经认准你了呀，旺旺。哎，我们才见过几面啊？我们才见过几面啊？那我对你一见钟情了。我们才见过几面，你就一见钟情了？哦，我之前近视嘛，现在我刚配了眼镜，一下就看清你了。啊！别！旺旺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啊，办得还不错。对方律师要求跟我们和解，我想听听沈总的意见。小官司你做主吧。哎，你怎么又在吃这个了？快餐综合症引起味觉异常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的警告，开始不听话了？怎么我的病你比我更紧张啊？不许笑，健康是个严肃的话题。好了，下次不敢了。你刚刚这句话，我爸爸在世的时候也经常跟我说，神情跟你一模一样。看到你还能开玩笑，我就放心了。刚回来的时候，我听说品酒会上林轩赢了，我真的是又难过又开心。难过是为了我，开心是为了林轩。你也挺坦诚的。好吧，我说回刚才那句话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哎，对了，说正经的，这件事情对公司的业绩有影响吗？当然了，我现在正在做补救的工作，跟投资公司那边套关系。施正这个人真的很狡诈，跟我们忽近忽远的，琢磨不透。别不开心了，我有礼物送给你。闭上眼睛。干嘛要送我礼物啊？闭上眼睛。好了，可以睁开眼睛。干嘛要送我这条项链？一直想象这样的场景。
给你戴上项链的样子，很美好，是不是？赵熙，我们能不能约定一件事情？以后我们俩都做最真实的自己，坦诚以待，不隐瞒自己最真实的感觉，好吗？撒谎，你心里明明有事。算了，就看在这条项链的份上，我原谅你。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不过是问问你，伊曼跟投资公司的进展状况，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我觉得我快人格分裂了。伊曼越信任我，越对我好，我就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心。刚开始我还无比坚定，我爱的是林轩。可现在我发现，我的生活里全都是伊曼。我原本以为我究竟应该跟林轩在一起，可是跟伊曼相处下来，我竟然越来越喜欢。我真没想到，你见异思迁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随便你怎么说，我只是突然发现，我跟林轩之间好像不是爱情。我原本一直认定，她肯定是我将来的妻子，可是我现在发现，那不过是一种青梅竹马的感情，或者说，那是我没有经过选择的一种感情。他在我心里，或许就真的只是我也爱他，可是我完全感受不到跟伊曼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那伊曼呢？伊曼就不一样，我跟他在一起，他的一颦一笑，一举手一投足，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去关注、去关心、去关怀。可关键的是，看到他开心，我就开心；看到他难过，我比他更难过。我不管你究竟喜欢的是谁，赵熙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接近伊曼是为了我工作，你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角色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伊曼？她已经撑得很辛苦了，你好歹是她妹妹的妈妈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对她仁慈一点？如果我不仁慈的话，你现在已经坐在牢里了。我顺便提醒你，你的官司上诉时效期还没过，我随时都可以起诉你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想要盛美家全部的股权。为什么？为了他爸爸，因为我爱建华，所以我必须要执行他的遗嘱。你爱他？世界上有这样爱的吗？执行遗嘱，你真够虚伪的。这一切不过是你巩固自己财富的借口而已。你够了！我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至于你，你只要做好我交代你的工作就行了，还轮不到你来批判我。你最近调查的怎么样？有什么新的进展？最近都没有跟我汇报。最近呢，有点不太顺利。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碧翠酒窖，不过那个单丽真的是不太好接触啊。我知道单丽是不好对付的，那
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？我叔叔临死前给你的那个酒瓶碎片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我爸爸的书房里看不出半点端倪。所有的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，有时候等待也是警察的工作之一。啊，当然了，我现在不是警察，但是我可以充当警察的角色吗？切入正题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等待时机，才能够抽丝剥茧调查山林。我现在的机会呢，就是跟碧翠那些员工打成一片，从他们那里找到缺口，进行调查。好吧，如果有任何的进展，一定要跟我汇报。还有，我想你帮我调查，单丽跟一个叫陆刚的人，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陆刚？陆刚是谁？这个人已经不在了，不过我找到一个存折，去看看吧。沈总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你先出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到底找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把他们家所有的历史都查遍了，也没有什么人员伤亡，也没有什么意外事件。我问了张望，说也没有什么保险赔付的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张望以后少跟他来往，为什么？他看起来怪怪的嘛。哪里怪怪的？哎，快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可能性啊？会不会跟他太太有关啊？太太，他会不会把他太太杀了埋在餐厅里面啊？这犯罪现场看太多了吧你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外星人来到地球，然后一次把他餐厅给毁了。觉得他太太这个有可能哦，不然的话，罗威先生变化不会这么大。一个女人的影响力有这么大吗？当然了，你想想看，你认识了我之后，你变化有多大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影响力对我来说很大喽？你看啊，你认识我之后，你就从一个花花公子变成了一个有追求、有目标的上进青年，对吧？哦，对耶，我认识你之后，从一个富家少爷变成一个打工青年，好悲惨哦。那打工青年怎么了？我劳动我光荣，有什么好悲惨的？那你是喜欢以前的我，还是现在的我？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？哪一点？离我远一点。你叫我离你远一点，你还拉我过来跟你一起住，色哦！我好色？你以为你穿着一个调色板我就要色？我这是自虐好吗？自虐。那你自虐一下，多喜欢我一点嘛！走开！拜托啦！哎呀，你别扯，衣服都被你扯大了。快点呐！走开！那调色板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拜托啦！你别拉了！哎呦！医生啊，不扎行不行啊？我现在好多了，味觉好得不得了。那就再巩固巩固，快听我。但是这会很疼啊。我扎完就带你吃好吃的。你男朋友对你多好啊，每次都陪你来，而且还这么细心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我爸，对我可严格了。为了加强你嗅觉和味觉的敏锐度，以下这几针呢会非常的疼，啊。听到了吗？医生都说会很疼。有我在，别怕。怎么样？医生啊，我头有点晕啊。不要紧，这是晕针，过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对了，医生，做完这3个疗程，是不是可以彻底根治啊？这个我可不敢保证彻底根治，但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复发的。哎，沈小姐，你的心脏是不是不大好啊？心脏？我心脏没有毛病啊。奇怪，我建议你啊，还是检查一下心脏。心脏这问题啊，可比失去味觉和嗅觉要严重得多呀。怎么了，医生？你发现他心脏有什么问题吗？根据脉象和针感来说，
我发现他心脏有点问题，回去以后要多注意饮食，不要抽烟啊，不要喝酒。放心吧，我会监督他的。哎，那就好。有电话干嘛不接啊？张望啊，那个烦人精，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，简直就是个粘人精。那你干脆叫他大力胶算了。大力胶是什么？你没看过人家拍戏啊？人家灯光道具用大力胶贴得很紧哎。没看过。你别扯些有的没的啦，你帮我找费尔宝了没？我问过法国的朋友，他们都说没有。啊，怎么办啊？再去地下室查查资料。干嘛？你为什么总和我过不去啊？之前跟我抢子豪，现在又跟我争张望。我跟你争张望？我对张望态度傻子都看得出来好吗？你喜欢他，你赶紧把他拿去，别来烦我。你这叫欲擒故纵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算什么本事呀？我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不要以为你喜欢的别人都喜欢，行不行啊？那你霸着子豪还喜欢张望？我喜欢张望。哎，你是眼神不好还是怎么了？我喜欢子豪，我也不会喜欢张望，好吗？那你记住你说的话。嗯。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假的？煮的。煮的。萱萱，萱萱，萱萱。张望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谭一娜呢？哎呦，你可别提她了，我一想起谭一娜我就害怕。我跟她真的没什么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。啊，没误会。哎，对了，你有事吗？我没事啊，你有事吗？啊，对，我找你正好有点事儿，我请你吃饭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不用了，有什么你直接就这样说吧。哎呀，走了，走，没客气，没客气，走走走走。那等一下，我锁个门啊。哦，行，那我在楼下等你啊，快点啊！好嘞，快点啊！哎。快点啊，萱萱，快点儿，走。沈子豪怎么还不来？林轩，哎，你吃啊！你怎么不吃呢？啊，这些都是我给你点的，都是你爱吃的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调查过，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啊！来来来，快吃吃吃吃！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。你叫我来吃饭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你看你说的，没事不能叫你吃饭了。哎，不过呢，还就是有件小事呢，想要请你帮帮忙。看你就赶紧说嘛，什么事啊？哎，是这样的啊，我呢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陆刚，你听过没有？一点你都没听说？没听说。我说你跑去哪了？你竟然敢在这里跟这个男人幽会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喂，沈子豪，你说什么呢你？都抓到现行犯了，你还装？我跟你讲哈，有些男人就喜欢敲墙角。他今天对你很好，明天就抛弃你。我对你一心一意的，哪里不满意啊？沈子豪，谁是撬墙角男人呢？啊，你之前不都你不来电吗？怎么突然一心一意了呢？我跟你讲，忍一点，虚胖，你走开！去！我都跟你说他是我的心上人，你还装糊涂？有吗？你还装？你说你是不是想劈腿？我没有，你误会了，亲爱的。你看他样子多饥渴啊！你是不是想追他？是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你看看一个男人当了小王了，你还在那边理直气壮的、啊？小王？小王什么东西啊？子豪，你别再说张望了，人家也不是故意要做小王八的。哎，小王八，哎，什么小三小王八的？啊！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是不是？好了，我怕了，我走了啊！我走。哎，等一下！哎，等一下，买单。好了，别找了啊！别找了。
拜拜。哎，慢一点啊！哎，快吃啊，快吃啊！要太激动了吧你？奇葩！换个杯子。你演技真好啊！你不是做演员太可惜了，你绝对是影帝级别的。开玩笑，我是影帝，你就是影后啦。是哦。老板要不要加个菜？你走开！哎呀，再见！为我们的奥斯卡干一杯，来！乡土剧的奥斯卡。动画片。Discovery。你。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真没想到，原来你会这么迷信啊！这不是迷信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棵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很久以前，当地的渔民得了病，没钱治病，就会在这棵树下祈祷。没想到病竟然真的都好了。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棵树就被称作是神树了。原来这棵树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啊！所谓心诚则灵。我相信大树如果真的有灵的话，我刚才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。那你许的什么愿？一曼，你吃了这么多药，打了这么多针，我真的希望老天爷可以发发慈悲，让你的病快点好起来。对了，明天是周末，我们去哪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好躺下，别乱动啊，好好躺。小林，找到了吗？还好有你们，我人生的最后才不会有遗憾。酒呢？就现在还没找到。阿克，你可别太激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天爷，为什么连我人生最后的愿望也不能满足啊？酒还没找到，但是其实已经有点眉目了。真的？真的啊，真的啊。嗯，对，应该马上能找到了。嗯。刘先生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明白，帕克也可能明白。你口中的眉目也是权宜之策吧？我们真的不忍心拒绝一个病人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林小姐，世上岂能尽如人意，尽力就好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。嗯，只要世界上还有，我们一定找得到。谢谢，我也替帕克谢谢。罗先生，这杂志上是您吧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用这样旧照片，难道不会用别的照片吗？这些数据对我的帮助并不大。你的本事难道就只有这样了吗？还是你爱上伊曼之后，你连自己的任务都忘了，开始在心里头抵抗我，暗中帮助伊曼？
怎么会呢？我怎么可能跟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？你记得就好。听说你最近跟伊曼经常上医院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他知道伊曼失威的事情？哦，没什么，他胃不太好，胃痛的时候陪他去医院。我觉得这些就是小事，就没跟你必要汇报了。有没有必要不是你说了算。以后有关伊曼的大小事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。这酒，虽然照片模糊不清，但是透过电脑的比对和林轩的对酒技术，要找出这酒并不难。罗先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事。其实林太太还有餐厅火灾的双重打击，这事换别人身上谁都受不了，我们都能理解。不是，其实那餐厅是我自己烧的。啊？有一次我在整理妻子衣物的时候，发现了过去的情书，而且他藏得很小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妻子是爱上了一个我最要好的朋友。这间餐厅是我为了纪念结婚10周年而送给他的，没想到居然让我发现了他婚外情的证据。那时那刻，这对我来说不是莫大的讽刺吗？难怪你之前的照片都……我们还以为能帮您做一点什么呢，没想到是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也与你们没有关系，只是我喝了这酒，心里就觉得特别堵。心里觉得特别堵，把那些不开心的事全说出来了，整个人也舒服多了。来，年轻人，干一杯，就当是陪陪我，把那些不开心的事全部吐掉。怎么是这种味道？好强烈的悲伤的感觉。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大伯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酒，味道非常特别。那酒的名字叫蚀骨之爱，就是你喝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，但痛过之后，那些痛觉就好像蒸发了一样，你就再也不会痛。难道真的有蚀骨之爱这种酒吗？如果没有，他们为什么这么难过呢？还以为这只是子豪瞎掰来骗我的。但是有没有蚀骨之爱，是不是蚀骨之爱，好像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。赵熙，这里就是我心里最后一个秘密了。我承诺过你，我们要坦诚以待。所以今天，我要把一个藏在我心里最深处的秘密告诉你。
叫陆刚，是我的初恋男朋友。伊曼喜欢的其实并不是你，而是因为你长得很像他的初恋情人陆刚。我跟他真的长得很像。对不起，我当初对你有好感，确实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很像。但是你不要生气，我真的没想到我们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但是我很明白，你只是长得像他，你并不是他。可你还是把我当成了他，对吗？你爱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我只是他的替身而已。不是的，你真的不是他的替身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曾经抗拒过你，因为你跟他长得真的很像。但是我跟你相处以后，我想他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。现在，你已经占据了我心的所有位置了。如果不是替身，为什么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不告诉我？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你，所以今天我带你来这里，就要打开我自己的心结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爱的人是你。我当初以为我再也不会再爱了，我的心跟着陆刚走了，但我没想到，我的生命里会出现另外一个人，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细心体贴，是你把我带出失去陆刚的阴影，我又开始笑了，开始有了依靠，不再孤单。今天我是来跟陆刚告别的，我要永远把他尘封在我的记忆里。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和你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我和他相识在国外，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你，所以今天我带你来这里，就是要打开自己的心结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爱的人是你。我为什么那么生气？我不是老早就知道陆刚的存在吗？现在怎么办啊？他真的生气了。这是咱们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。你就得给他一些时间，让他去慢慢的消化。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想去看看他。我劝你还是让他一个人安静的好好想一想，别去打扰他。好吧，你说的对，我应该给他一点时间的。维森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再那么客气了。
喂，李玉，怎么了？沈总，您让我调查施震的事情有了进展。你说，施震在6年前开了投资公司，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山里，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施震被人搞伤，欠了一大笔钱，就逃到了国外。等过了法律追诉期，才重新回到深圳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吧。沈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忙你的吧。哎，我说你能别绕吗？给你个布条，我就能把自己绕成木乃伊了。你到底想到办法没？说话。办法不是没有，但是要冒险。冒险。终于找到了，太谢谢你们了。这都是小事情，不用放在心上。有生之年，让我孟某人能重遇这酒。老天爷对我还是十分眷顾的。我说帕克呀，不光是老天爷仁慈，能找到你想要的酒，全是我这2位朋友的功劳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开瓶器啊？啊！我要开了这瓶费奥宝来喝。